陆廷琛28岁的生日宴，我穿着最精致漂亮的礼服，挽着陆廷琛的胳膊一起出现。刚走下台阶，陆廷琛就松开了我的手，把我丢在原地。场上众人的目光都跟随着陆廷琛而去，我被人遗忘在了角落。有人陆续给陆廷琛送上礼物，他表情淡淡的示意管家收起来。直到有人送上了一个漂亮的美人，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朝着我看来，同情的、看好戏的、嘲讽的。这些年我已经见识过太多这种不怀好意的目光。陆廷琛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了瞬间的恍神，那个美人太像他死去的初恋，当着陆太太的面给我送女人，你们胆子还真大。陆廷琛笑得戏谑，送礼的人讨好道，陆太太大方，想来是不会计较的。我不是不会计较，他们只是算准了我不敢计较。一个被陆家养大的孤女，怎么敢和陆家的新任掌权人说不呢？陆廷琛转着指尖的结婚对戒，眼中笑意溢出，既然陆太太同意了，带下去。陆廷琛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几步走到他身边，看着面前美人的长相，送礼的人还真是有心了，知道投陆廷琛所好。我突然就有些累了，我好像无法再听奶奶的话，继续维持陆太太的体面。身后的香槟塔被我轻轻一推，堆砌起来的漂亮水晶轻轻一碰就轰然倒塌，碎玻璃和酒液四处飞溅，宴会现场乱成一片。有人惊呼，陆太太疯了，我毁了陆廷琛的生日宴。可他并不是很在意，管家已经安排宾客离场，一地狼藉也有佣人打扫。那个美人被留了下来，安静地站在陆廷琛身边，就连性格似乎也像极了陆廷琛的初恋。两相一对照，倒真的显得我像是疯了。陆廷琛拉着美人的手指在手中把玩，看着我漫不经心地开口，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？你要是不想看到他，我就让他住在外面。你放心，我对奶奶发过誓，永远不会动你陆太太的位置。他旁边的女人也开口劝我，陆太太，你何必生气呢？像陆总这样的男人，怎么会只有一个女人？我只是倾慕陆总，不会影响到你的地位的。我取下手中的戒指，放在陆廷琛面前的桌上。他挑了挑眉，戒指还你。陆廷琛拿起戒指，把戒指抛向空中，钻戒璀璨的光划过，又落回他手中。他向后一抛，扔给身后的女人，给你了，几百万的戒指，陆太太说不要就不要了。陆廷琛站起身，冷笑一声，吩咐管家，给太太找几个老师教教礼仪，以后这样失礼的事我不想再看见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把自己手上的戒指扔在地上，戒指在地上咕噜噜地滚了几圈，停在我的脚边。既然不要戒指，那就都扔了。陆廷琛带着人走了，车子离开的引擎轰鸣声在夜里格外明显。管家在旁边叹息了一声，太太，你又何必惹先生生气呢？你明知道他对你有怨气。我把脚边的戒指捡起来，扔进垃圾桶。陈叔，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了。管家叹息了一声离开。我独自上楼，换下繁复精美的礼服，换上白 T， 找出行李箱，把衣柜中泾渭分明的属于我的衣服全部拿出，放进行李箱。别人夫妻闹了矛盾，还要考虑离婚协议，可我和陆廷琛的联系浅到只剩一枚对戒。谁都想不到，当初轰动全城的世纪婚礼，新郎和新娘竟然连结婚证都没有。当初陆廷琛在婚礼上说的话，我现在还记得。我的户口本上只能有婉婉的名字徐心妍，你不该嫁给我的。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嫁给了他，嫁给了我少女时期喜欢了7年的人，以为终有一天我能打动他，可最后却活成了所有人眼中有名无实的陆太太。我拖着行李出门的时候，整个别墅静悄悄的，像极了我被奶奶刚领回来的那个雨夜。13岁的陆廷琛站在楼梯上，目光冷冷地看着我，却转头去了厨房，给我端出一杯温热的牛奶。我订了机票，飞行6小时，又坐车3小时，回到南方的偏远小城。都说人老了就会想要落叶归根，可其实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也会格外想念家乡，哪怕那个家乡已经没有一个亲人。我在镇上租下一个小院，家乡话熟悉又陌生，离开的时候还小，后来又一直在北城，我早已忘记要怎么说。好在旁边小院住的也是外地人，只是比我先来。那天买菜的时候，我听不懂婆婆的方言，她帮我解了围。第二天我做了玉米烙，感谢她前一天的帮助，才知道她是来这里采风的画家，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样子，
身上洋溢着热情青春的气息。远离了北城的人和事，在这样淳朴的环境里，我才恍然想起，我也不过才25岁，却因为在陆家一直端着陆太太的架子，竟总觉得自己已经老气横秋。我从街上买了花回来，小院中被我种满月季，花圃旁摆放着小小的摇椅，虽然简陋了些，但一切都合我的心意。陆家的花园中都是林婉喜欢的黄玫瑰，玻璃花房里摆放着昂贵的钢琴，那是陆廷琛当年特意为他设计的，谁也不能碰。当年奶奶要让人拔掉那些玫瑰，引得陆廷琛发了好大的火。玫瑰不在了，这个家我也不用回了。这件事再没人提过，林婉和那些玫瑰都成了陆家的禁区。下午，小院的门被敲响，宋文景穿着卫衣，背上背着背包，看见我开门，笑容灿烂。姐姐，我准备去山上画明早的日出，你要不要出去散散心？说着，伸手指向我们身后不远处的那座山。我知道，那里似乎还挺有名，一般来镇上旅游的人都是冲着那座山来的。我有些心动。你不用怕，我经常露营，很有经验，很安全的。在他的热情下，我还是点了头。宋文景确实如他所说，很有经验。立刻回他那边又拿出一个包，2套露营装备都被他一个人背着，手上还提着绘画的工具。我想帮他分担一点，结果被他坚定地拒绝。我很有力气的，背这点东西一点都不累。爬山的路上，我们聊过往，聊未来。我的过去似乎乏善可陈，无非是围绕着陆家，围绕着陆廷琛，最后却成了陆家徒有虚名的陆太太。而宋文景不一样，他总有说不完的新鲜事，畅想不尽的未来。人生就是一场体验，我现在的梦想是当一个知名画家，就总要为梦想努力一次吧。悄悄告诉你，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，要是哪天你发现隔壁院子没人了，说不定就是我被家里抓回去了。我看着他笑，没想到我们都是逃离者，只是他还有家人会来抓他回去，而我的消失，也许陆廷琛还会庆祝。爬上山顶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日落，黄暖的金光洒在身上，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。我看向山下的小镇，都被金光笼罩着，安静又祥和。宋文景已经开始忙里忙外地搭帐篷。我问他，日落也很漂亮，你不画下来吗？我更喜欢日出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和生机。我坐在宋文景拿出的凳子上，看着他忙碌，脑中却不断回想着他刚刚说的新的开始。离开陆家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最勇敢的决定，可我像个胆小又怯弱的逃犯，回了偏远小镇，把自己缩回那个小院，从没想过以后要怎么办，难道就要在小院中搓磨一生吗？我才25岁，未来明明还有无限的可能。宋文景搭好了帐篷，又拿出食物和水给我，他大大咧咧地躺在我旁边的垫子上，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刚刚布满星辰的夜空。姐姐，你要不要试试这样看星星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在陆家总是被要求各种礼仪，做的所有事都要符合陆太太的身份，听到最多的就是太太，这件事您不能做。像这样躺着看星星，我以前想都没想过，只是现在宋文景也没有给我想的时间，他已经伸手拽着我一拉，我已经从凳子上来到了垫子上。快躺下。我也不再矜持，照做了。躺下后，星空似乎近在眼前，伸手就能碰到。我和宋文景就这样躺着，看着漫天星空，聊着天南海北。我也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，要勇敢走出去。一走了之，不过是一场逃避。我应该去认识新的朋友，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，直到哪怕他在我对面，也已经无足轻重。后半夜，我沉沉睡去，虽然在外面简陋的帐篷中，却前所未有的安心。早上迷迷糊糊地走出帐篷，宋文景已经支好了画架，脸上的神色也变得认真。朝阳缓缓升起，温柔地抚过身上的每一寸肌肤。我眺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这也是我新的开始。姐姐，别动！旁边宋文景忽然兴奋地出声，我被吓得站在原地，只能用眼角余光看他。显然，他把我当模特了。等他画完了，我才揉了揉发酸的后颈。果然，模特也是不好当的。我帮你揉吧，感谢你当我的模特。宋文景的手抚上来，他手劲大。我舒服地眯起眼，享受他的按摩。下山的一路上，宋文景都在讲着他刚刚的灵感。那幅画我看了，只觉得还挺好看，再多的东西我就看不懂了。一回来，宋文景就钻进了自己院子。我打开电视，
屏幕里突然出现的陆廷琛的脸吓得我退开一步，原本想要换台的手顿住，庆幸自己昨晚做出的决定。陆廷琛经常出现在电视上、网上，我不可能一直逃避。新闻采访中，陆廷琛似乎没什么变化。被问及最近传出的婚变，他也只是表情冷淡。太太闹了脾气，出去玩一阵就回来了。所有人都在羡慕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能被陆家老太太养在身边，最后又成功嫁给陆廷琛，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可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，被所有人无视，被陆廷琛怨恨，空有陆太太的头衔，却在陆家依然如无根的浮萍。每年黄玫瑰盛开的季节，陆廷琛都会让佣人把院子里的花剪下来，插满家里的花瓶。那座玻璃花房里的钢琴，每天都有佣人擦拭。林婉死了，可陆廷琛却在处处提醒着我他的存在。听说您和陆太太吵架，是因为您最近总带在身边的助理。陆廷琛不耐烦地皱眉，习惯性地去摸指尖的婚戒，可那里什么都没有。他才想起许心妍这次很硬气，还了他戒指，还敢偷偷跑了。想到管家那天给他打来电话，慌乱地说太太不见了。他回家才发现属于许心妍的那半边衣柜被搬空，只剩下他的西装空荡荡地挂在里边，无非是在用离家出走逼他把那个像林婉的女人赶走。他知道他最在乎的就是林婉的东西，更何况是一个像林婉的女人。可是那又怎样？奶奶不在了，他又没有家人，唯一的依靠就是他。小时候受了委屈就喜欢一个人躲起来，以前有奶奶惯着他，他现在可没那个耐心去找他。在外面吃够了苦，就知道陆家的好，迟早会回来。于是对管家说，一个孤女离了陆家，她还能去哪？都不准出去找，等她回来了再通知我。在陆廷琛的不耐下，主持人很快将话题从感情转向商业。谈起工作，陆廷琛的表情看起来轻松了很多。想来陆太太是个让他提起都会蹙眉的存在。我给自己倒了杯冰水，找出电脑开始写起了简历。小镇这边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，很适合养老，却没什么工作的机会。想要工作还是要走出去。一直写到傍晚，我才伸了懒腰，起来准备晚餐。简单的3菜1汤，坐在餐桌前，忽然想到隔壁的宋文景也不知道有没有忙完。他话起话来是不是也会和陆廷琛工作时一样，经常忘了吃饭？奶奶还在的时候，陆廷琛就因为不按时吃饭，胃疼过好几次。后来我只要有时间，都会把饭给他送到公司去。最开始还被他的秘书拦在办公室外，一等就是1-2个小时。后来他似乎也习惯了，会放我进去打断他的工作。吃了饭再继续。我叹了口气，披上外套，敲响了隔壁的院门。一直没听见里面的动静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院门突然被打开，看见门口是我。宋文景本来不耐烦的脸上绽开了笑。姐姐，我正在画你呢，没想到一打开门你就出现了。宋文景一只手还拿着画笔，衣服上蹭到了好几处颜料，脸上也有，看起来有些狼狈。但他的笑实在太过耀眼，那些颜料反而成了点缀，让他鲜活了几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要去我家吃饭？宋文景听到我的邀请，捂着肚子后知后觉的哀嚎。好饿啊，还是姐姐心疼我。我去把笔放下。之后几天，我和宋文景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。他每天来我家蹭饭，走的时候会帮我打扫卫生，院子里种花种菜的活他也包了。可惜我没有弟弟，不然有个这样的弟弟还真不错。我投了几家公司的简历，收到了面试邀请。决定离开那天，一大早我准备去和宋文景告别。一开门就看见宋文景的院子前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，车边还站着好几个穿着西装像是保镖的人。我犹豫了几分钟才上前，看见我靠近，有保镖伸手想要挡住我。别碰他！宋文景从院中走了出来，脸上的阳光开朗不见了，多了几分冷沉。宋文景抓住我的手，就把我带进了他的院子，门在身后狠狠合上。你们别跟进来。几个保镖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说了声好。姐姐，你来叫我吃饭吗？没有那些保镖后，宋文景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开朗。不是，我是来和你告别的。宋文景的声音一下子大了几个分贝。你要去哪？我把自己投简历、接到面试的事和他说了。虽然这里很好，但你那天在山上说，每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有无限的可能和生机。我也想给自己一个新生，让自己不留遗憾。所以姐姐，你放下心里那个人了吗？
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。宋文景眨了眨眼，你可别把我当小孩，画家的眼睛可是很犀利的。被他这么说出来，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算是放下了吧。那姐姐，你要去哪工作？北城。虽然我也想过换一个离陆庭深远一些的城市，可是我自从被奶奶接走后，就一直生活在北城，在那里长大、读书，认识的同学也在那里。我又何必为了陆庭深强迫自己换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，渐渐再去适应新城市的一切？那我和姐姐一起走，正好我家里人找来了。没想到我最后还蹭上了宋文景的车，又要回到北城，以后还可能会在面对陆庭深的紧张心情，在宋文景滔滔不绝的规划中，不知不觉就变淡了。回到北城的生活似乎一切顺利，面试很顺利，接到了下周入职的通知。我又在公司附近租了房，只是宋文景在消失了2天后，又在我隔壁当了邻居。我出门倒垃圾，看见隔壁正有工人进进出出的搬家具，扫了一眼就看见了身高腿长的宋文景，正站在里边指挥着工人放置家具。你怎么在这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结果被你发现了。宋文景自然地低下身子，接过我手中的垃圾袋。我想念你做的饭了，所以就又来和你做邻居蹭饭了。对于他的出现，确实是有几分惊喜的。住在陌生的地方，有他做邻居也多了几分安全感。那我等会儿做几个菜，庆祝你搬家。为了方便，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家吃火锅。红油锅煮得沸腾，宋文景捞起一个刚刚涮好的毛肚放进我碗里，刚吃一口，我就被辣得忍不住拿起旁边的饮料猛喝了几口。原来你不能吃辣啊，我听你说很爱吃火锅，还以为……没事，可能好久没吃了，一时有些不适应。多久没吃过火锅了呢？我都有些记不清了。以前我最喜欢的就是火锅，奶奶在的时候会陪着我一起吃，她吃清汤，我吃麻辣。有一次陆庭深加班开会到很晚，我带去的饭菜都已经有些凉了，正好外面下起了小雪，我就提议出去吃。我带他去吃了火锅，陆庭深口味一向清淡，我特意点了鸳鸯锅，可全程陆庭深都在皱眉。吃完回家的车上他说，以后别吃了，吃完浑身都是味道。从那之后我就没吃过麻辣火锅，一样东西太久不吃，就连味蕾都会不适应。但好在很快我就吃得满头大汗，找回了曾经吃火锅的快乐。吃完饭，宋文景收拾了餐桌，打扫了厨房，又把窗子打开通风。走的时候提走了垃圾袋。回到北城的生活比我想的更加平静。媒体没有讨论许久不曾出现的陆太太，陆家也没有人来找我，我的存在从来不值得关注。倒是媒体对陆庭深一直带在身边的助理多了几分好奇。我随手划过那些被狗仔偷拍下来的照片，只觉得讽刺极了。陆庭深是真的爱极了林婉吗？照片中，陆庭深弯下腰，任由女人给他整理领带。上车时，小心地护着他的头。下雨天，女人的手伸得高高的给他打伞，他接过伞，全都偏向他那边。原来对一个人的爱，就因为一张相似的脸，就可以这样轻易地转移。林婉的消息，陆庭深一直保护得很好，从来没有照片泄露出去。所有人都在猜测，我是不是已经彻底被陆庭深冷落。如果我还在陆家，现在也许是在等着一个不回家的丈夫。可我现在忙着整理方案，忙着开会，忙着各种事情。宋文景，我说了，你不能这样老对着我撒娇。我一把推开靠在我肩头的脑袋，宋文景却将我面前的电脑推远，不满道：我这么大个帅哥在你面前，你盯着个老男人发什么呆？第一次听到有人叫陆庭深老男人，要是让陆庭深知道，想想他的表情，没忍住一下笑了出来。等我笑够了抬头，却发现宋文景神色变得认真。他是不是就是之前让你伤心的人？陆氏集团的陆庭深，我认识。我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我的印象中，我从没在陆家见过宋文景。小时候，我妈让我叫他叔叔。我一下又没忍住，捂着肚子，笑得倒在了沙发上。哈哈哈，他就比你大了4岁，你好意思叫叔叔？哈哈。宋文景捏住我的脸，他长得显老。陆庭深从小就参与公司的事务，小小年纪就显得比同龄人成熟。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。所以你是陆家消失的那位陆太太？宋文景的脸突然在眼前放大，我这才发现刚刚笑着笑着怎么枕在了宋文景腿上，想推开他坐起来，他却难得的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，眼睛直直的看着我，似乎非要我给出一个答案。
那我是你养在外面的小三。宋文景说完就被自己这句话给逗笑了。我伸手拍了他一下，别乱说，而且我已经离开陆家，戒指也已经还给他了。那我找律师，你们明天就离婚？不用，我们没有结婚证。我苦涩的笑笑，没有结婚证，所以也不用离婚。我们之间唯一的牵绊，竟然只有那一枚象征婚姻的戒指。可能陆太太当久了，就连陆廷琛都不记得我们之间其实连一张结婚证都没有。那正好，不如帮我领张结婚证吧。看着手中刚刚新鲜出炉的红本本，一时有些失神。当年我以为我的结婚证上会是我和陆廷琛的照片，怎么都不会想到新郎不是他。昨晚在宋文景的软磨硬泡下，我答应了帮他假结婚应付家里。宋文景从我手中抽走结婚证，我先拿回去给家里看一下，不然我妈一直觉得我骗她。这个婚结得很没有真实感。3年前那场盛大的婚礼，有了仪式感，却没有结婚证，一切都像是做给外人看的虚假的幸福。现在有了结婚证，却没有婚礼，我心中却踏实，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期望，也就不会有失望。宋文景拿着结婚证回了家一趟，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我爸妈已经同意给我办画展了，这次的作品可是我最满意的。1个月后，宋文景的画展成功举行。我那天要加班，下班的时候已经快8点了。赶去画展的时候，在出场那边的人影中看见了一个很像陆廷琛的背影，摇摇头，应该是身形长得像。进到场馆，展厅挂着的很多画都很熟悉，周围有几个女生拿着画集，激动地从我身边走过。快快快，宋文景好像就在前面，这次一定要拿到他的签名。听说这是他最后一场画展了，错过了可就真没机会拿签名了。我追随着几个女生的目光，果然看见了高出人群很多的宋文景。他低垂着头，耐心地给面前的人签名。我以为这是他第1场画展，怎么会是最后一场呢？我目光四处搜寻，这才发现了入口处关于宋文景的介绍。原来他已经是知名画家，之前的画作还全国巡展，好多作品都拍出了天价。我站在原地，忽然有些不敢上前。这介绍里的宋文景，似乎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会对着我撒娇的大男孩。我悄悄地离开了。出来的时候，看见了站在路边皱眉打着电话的陆廷琛。原来刚刚我没有看错，陆廷琛一遍遍地打着他之前从来不会主动联系的号码。虽然早就知道对面只会传来机械的提示音，告诉他许心妍的号码已经是空号，可他发现除了这串号码，他不知道该和谁联系才能找到他。想到刚刚在画展上看见的那张侧脸，心中总有股隐隐的不安闪过。以前他最庆幸的就是许心妍的身世，他没有家人，朋友似乎也少得可怜，在这世上无依无靠，只有他和陆家才能是他的依靠，所以他总觉得就算死，许心妍也不会真的离开陆家。之前管家打过一次电话，告诉他对面成了空号，他还不以为意，除非他死在外面，不然迟早回来。管家当时听了大惊失色，太太不会真出了意外吧？他冷嗤，怎么可能？要是真出了意外，警察早就联系她这个丈夫了。可是已经大半年过去了，许心妍再没出现过。今天看见那幅画的时候，她感觉自己的心狠狠跳动了一下。那张画上的人像极了许心妍，可是又似乎不太像。画上的女人眼中的光比身后的朝阳还要充满生机，明媚的让人不敢直视。许心妍不是这样的，她更像是一汪永远不会起伏的死水。泥人都还有3分脾气，可许心妍是水做的，轻轻一捏，别说脾气，半天憋不出一句生气的话。被欺负狠了，也只是一个人躲起来。他曾经见过他一个人躲在玻璃花房旁边哭，听见他的脚步声，就像受惊的小猫，跑回房间躲了起来。他当初最不喜欢就是他这样上不得台面的样子，明明已经是陆太太，却只敢在外面装腔作势。回了陆家就被打回原形。他想买下那幅画，给许心妍挂在房间里，让她天天看着，耳濡目染。宋文景却说，这是我给妻子画的最满意的画像，抱歉，不能割爱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松了口气。画上的人真的不是许心妍，可出了画展，他就莫名急切地想要联系上许心妍。他也生气得太久了，总该回来了吧。在接连的机械音下，他终于失了耐心，看向保镖，去给我查太太的下落，查到直接把人带回来。陆家的保镖敲响房门的时候，宋文景正在餐厅摆放着碗筷，门一开，几个保镖就冲了进来，被他拦住。
你们找谁？保镖的视线定在拿着铲子的我身上。太太，陆总让我们带你回去。大半年没有再听到这个称呼，一时间恍如隔世。乱叫什么呢？这是我老婆。宋文景推着几个保镖往外走，保镖们对视了一眼，其中一个拿出手机拨通了陆廷琛的电话。陆总，太太她好像结婚了。陆廷琛的到来比我想象的更快，短短几分钟他就已经站在门口了，只是脸色难看的可怕。保镖让开来，陆廷琛想要推开挡在面前的宋文景，没有推动，把他给我拉开。陆廷琛对着保镖怒斥：陆廷琛，你闯进我家，想要带走我妻子，这似乎不合适吧？陆廷琛这才正视面前的宋文景。所以你那幅画上的人就是我太太？该是我要问你要一个解释吧？解释什么？我们已经领证，她就是我的合法妻子。陆廷琛冷笑一声，视线遥遥和我对望。许心言，你是不是长本事了？跑出去背着我和别人领证，现在回来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朝我的方向伸出一只手，以往每一次只要他伸出的手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握上去。可这一次我没有动。陆廷琛，戒指我已经还你，以后我们就两清了。两清？我陆家把你养到这么大，你一句两清就想和我撇清关系？许心言，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？陆廷琛双目赤红，宋文景一时没注意，被他冲了进来。我的手被他一把抓住，手腕似乎都要被他捏断。你现在就去和他办离婚，你不就是想和我领证吗？办完离婚我们就领证。我空着的那只手一巴掌扇在了陆廷琛脸上，全场所有人都静止了。陆廷琛像是许久都没反应过来我干了什么。陆廷琛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已经离开陆家了，也不想要那一张结婚证了。我走了，你想带谁回去就带谁回去，我们都放过彼此不好吗？我凭什么放过你？你是我陆家养大的，死也要死在陆家。陆廷琛突然将我抱起，刚走到门口，却被电梯里刚出来的宋家保镖拦下。陆总，你今天敢把人带走，我就告你绑架。你不会觉得我连护着自己老婆的能力都没有吧？我有些惊魂未定，现在的场面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我以为我离开，陆廷琛会觉得轻松，我提出两清，说不定他还会高兴。现在又做出这副模样是给谁看呢？也不知道是哪边的保镖先动的手，最后场面一片混乱。宋文景也动手和陆廷琛打在了一起，好在宋文景赢了，但他的左脸被陆廷琛打了一拳，看起来有些严重。陆总，年龄大了，打架这种事不太适合你，以后还是少逞强。我拽了拽他的袖子，怕陆廷琛之后报复他。陆廷琛从小到大就没和别人打过架，还是这么狼狈。几个保镖身上也都挂了彩。你们扶他回去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我拽着宋文景回了屋，他捂着脸，眉头皱起。老婆，他下手真狠，你快看看是不是破相了？我翻出医药箱，别乱叫，我给你上点药。我刚凑近，他突然侧头亲在了我的唇上，这可比上药管用多了。刚刚陆廷琛在的时候，你怎么就默认我叫你老婆了？我把碘伏塞他手里。你当初说的我们只是领个证，又不是真结婚。宋文景笑得一脸得逞。我只是想先给自己要个合法的名分，免得你被姓陆的抢走。你这是骗婚？我用回公司工作换自己婚姻自由。如果是骗婚，我也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了。你要是再和我离婚，那我只能没了老婆，还要在公司打工一辈子，好惨啊！我终于明白之前为什么说是他最后的一次画展了。我戳了戳他受伤的那边脸。你傻不傻？那你别离开我，至少我下半辈子还能痛并快乐着。我点了头。宋文景又得寸进尺。老婆，那我现在能不能光明正大的亲亲了？没等我回答，他的吻已经落下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宋文景像是终于拿到零食的小孩，我想推开他的时候，已经软成了一滩水。宋文景，你别怕，我会轻点的。昏昏沉沉中，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了宋文景说的体力好。宋文景带着我搬了家，他说怕陆廷琛再来骚扰我们。换了地方，确实安静了一阵子，直到宋文景带着我去婚纱店选婚纱。对要举行婚礼的事，我一点都不知情。从领证那天我就在筹备，我画下那幅画的时候就在想，一定要让你做我最美的新娘。婚礼的所有事，宋文景都亲力亲为，我只是偶尔被他妈妈拉着，给他一些参考意见。选酒店的时候，在中庭的花园里，竟然碰见了陆廷琛。我原本想要绕开他离开，
他却先看见了我。心妍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会像奶奶说的那样，下半辈子好好照顾你的。陆家是你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，难道你不要我，连我们的家也不要了吗？我把手从他掌中抽出。我在陆家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把我当成家人。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家人，只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。宋文景的爸妈都很喜欢我，尤其是在知道我父母早亡，世上再没有亲人的时候，宋妈妈抱着我心疼的哭了，说她以后就是我的妈妈。宋文景给我的这个家我很喜欢，是我真正能融入进去的家。陆家，我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奶，奶奶死了，也就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我看见宋文景出来，朝着他招手跑了过去。他帮我将大衣拢紧，拥着我侧头和旁边的酒店经理说着注意事项。陆廷琛站在原地，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只是那个背影一次都没有回头。番外，陆廷琛视角。我自诩在商场上这么多年，从未看错过人，可怎么都没想到，我却从没看懂过和我最亲近的许心妍。我以为他无依无靠，可以随意拿捏，可他出去了一趟，突然胆子就大了起来。当年奶奶非要让我们结婚，我嘴上答应，却只办了一场婚礼给他老人家看。我故意没有和他领证，他隐忍了，甚至没有去奶奶面前告状。我把林婉最喜欢的黄玫瑰故意摆在他面前，看着他脸上出现的惨白，终于知道了他介意什么。所以当那个长得像林婉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。果然，许心妍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只是我没想到她会发脾气，还扔了我们的结婚戒指。我总以为她是离家出走的小孩，却没想到她早就在我不曾察觉的时候长大了。我不再是她唯一的依靠，她有了工作，有了新的朋友，甚至结了婚。我在楼下等着保镖带她回来，却听到保镖说她结婚了。我差点摔了手机。他说要和我两清，像是要这辈子都和我撇清关系，变成陌路人。我激动之下动了手，结果竟然没打过那个臭小子。记得他小时候就讨厌我，只比他大几岁，他竟然叫我叔叔。现在长大了，更讨厌了。可是许心妍看到他受伤，眼中都是关心。也许他自己都没察觉，他的眼中只有那个臭小子，面向我的时候却全是戒备。我突然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。他们婚礼的请柬发到我手上，照片上两人的笑容格外刺眼。当初我们也曾有过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只是我敷衍到连和他的合照都懒得拍，所有的事宜都交给了管家，而我置身其外，就像只是参加那场婚礼的宾客。他对那场婚礼一定是失望的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习惯了他在我身边，默认了他的付出，总觉得他会一直在，直到现在才意识到，有些人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属于我。他不要陆家了，而我也被他永远留在了陆家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